奥巴马对日本媒体表示，根据美国一直的政策，钓鱼岛符合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的规定，等于奥巴马明确地向日本政客表示，包括钓鱼岛在内，出现了任何的武装战争，那么美日将联合作战，共同对抗。那么这样如此明显的表态，毫无疑问，日本政客态度是狂喜，但是也一定会收获来自中国的愤怒。那么我们的外交部门呢，也代表全体中国人对奥巴马这样的声明做了强烈的抗议。那么美日安保协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背景的条约，能让奥巴马成为在任美国总统当中做出如此明显表态的第一人呢？这个美日安保条约可以说到现在为止阴魂不散，因为在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里做了明确规定，在日本施政的范围之内，一旦发生战争，那么好，美日将联合作战。那么这样的表态呢，奥巴马做出辩解，说这不是我个人的表态美日安保条约1951年就签订了，一直到现在美国的政策都是如此我没有说自己特立独行当然这样的狡辩，那中国政府明显是不能够容忍的。我们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就提到，美日安保条约呢是在冷战情况下产生，到现在已经失去了它时代意义，即使双方继续维持，也是你们之间的事，也不能以伤害第三国的利益为前提。那么无论你怎么折腾，钓鱼岛是中国神圣的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毫无争议的。那么当然说到这儿的，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也知道，就所谓的钓鱼岛一直在日本管理之下是怎么回事，那是由于60、70年代美国把这个钓鱼岛在内的一些岛屿的托管权交回的时候交给了日本人手里，而当时美国做了辩解，说我只是把管辖权给他了，至于这归属你们自己中日之间自个儿解决的。所以那个时候他做了这种无耻的交代之后呢，那毫无疑问，美日安保条约到现在还生效，就成为美日之间共同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的一个基本纲领。那么说美日安保条约到底是个什么样条约，在什么情况下达成的呢？这个呢，我们要把这个时间呢来到第2次世界大战刚结束那个时段，我们都知道，本着这个开路宣言和波茨坦公报的精神呢，那么日本呢应该无条件的投降，把占领的所有的这些领土呢都要归还给被占领国。那在这个时候呢，美国呢提出来呢要对日本的本土进行控制，就防止它军国主义复活。所以当时美国呢基本上以占领者的姿态控制了整个日本。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得承认呢，美国一开始这么做呢，它确确实实是为了防止日本国内还有一部分狂热的法西斯分子随时有可能弄出这样那样的乱子来。所以美国军队控制日本本土的是为了彻底的肃清和消除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可是后来事情的发展呢，我们发现美国没有能够完全肃清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反而使军国主义的血脉呢一直保留到现在。这也造成了亚太地区目前的国际局势变得错综复杂，这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进入冷战了，在冷战呢，美国几个主要的对手，那毫无疑问中国、朝鲜、前苏联，这社会主义阵营呢，这都是美国的敌人。尤其我们知道当时在朝鲜战争的背景之下，那么美国这时候特别需要把日本当做一个指挥基地和居胥地。所以这从签订安保协议，美国重点在于要拿日本这呢做自己的一个强大的军事基地，以这个为桥头堡来控制整个亚太地区局势，把日本作为呢抗击共产主义弄的前沿。所以他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呢，在日本国内的居胥工业生产上，为了保证他的军工。结果这样一来，日本呢很快他的工业就得到了恢复。它事实上日本在1951年的时候
它整个的工业经济已经超过了二战之前它的工业经济水平，所以当时等于美国根本没有完全肃清日本的军国主义流动，反而使这个病根一直流到今天。所以当时等于美国根本没有完全肃清日本的军国主义流动，反而使这个病根一直流到今天。那么这个美日安保条约什么时候签订的呢？这是1951年的9月8号，在旧金山签订了美日安保条约。在这个条约里头的明确规定了，美国可以在日本的领土包括周边地区驻扎海陆空军，也就是说可以随便建军事基地。而且美国呢要帮助日本镇压国内的骚乱，同时呢美国呢还特别允许日本建一个75000多人的警察后备队，同时又对呢处在整肃过程当中的10万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呢把这个整肃给解除了。当时的美日安保条约是这么几条。那么后来随着冷战的深入以及对抗共产主义阵营的需求，美国对日本这块呢需求量是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视的。所以在1960年的时候，当时安倍晋三的外祖父他姥爷岸信介，这是日本的首相，也是一个战犯。岸信介呢在1960年和美国人又签订了一份新的美日安保条约，作为那个的升级版。这里边的第5条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在日本施政的领土下，一旦发生战争，美日双方要联合作战，共同对敌。奥巴马强调的就是这个1960年升级版的美日安保条约当中的第5条。与此同时呢，美国也给日本呢在经济发展、工业发展甚至国防方面提供了很多方面之本。这使日本在经济重新崛起之后呢，不甘心就做个经济大国，他还要做个政治大国，甚至军事大国。我们现在看呢，在美国纵容之下呢，日本也是一点一点的把自己的防卫队各方面力量加强，甚至在海外参与作战的这个势力越来越扩大，扩展到太平洋上，甚至到中东地区等等等等。所以日本事实上呢买了美国的军事保险，就说我这有事你得帮我。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全球任何一个领域，不管有什么行动，日本都是忠实的追随者。就很大程度上，现在美日同盟这个关系基础是建立在美日安保条约这个基础之上。那么当然，这个美日安保条约准许美军在日本建基地，可以说是无条件的自由自在的，可以扩建基地可以到新的地方建。这个在一定程度上日本人民是反对的，因为美国那兵在日本本土造的孽也不少，强奸妇女酗酒扰民等等等等。而且我们也看到战后的日本呢，那段经济萧条期使日本很多人呢不得不依附美国人过日子。咱们那个森村诚一有个作品叫《人性的证明》，后来拍成电影叫《人证》，可能咱很多朋友还记得那里边那歌，就那个猫 Do you remember 那个草帽歌。那个电影当时我看的时候就特别震撼，它就反映里边的女主人公八山公子当时和一个美国黑人当兵的争先个儿子，过了多年以后，这儿子从美国回来再找他，他的地位已经变了，他不想再面对这段屈辱的历史，把自己的儿子给害了，这是个地道的悲剧。所以当时听草帽歌我的感觉特别震撼，这反映那个特殊时期，在这个不合理的美日安保条约之下的日本本土的老百姓也受到了美国人的伤害。那么我们说在那个时候为什么要有这个美日安保合约呢？刚才我们只是把它的由头说了一下，这里边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美日安保条约呢，它的开始起点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帮助日本维持治安，防止军国主义骚乱。但是到后来情况就变化了，而且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它采用的是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的政策，就是包括日本在内，琉球群岛，再到台湾岛，然后再到菲律宾群岛，这为第一岛链。如果一旦这个地方出什么问题，比方说台海之间的这个纠纷，那么日本呢，它地理位置离台湾特别近，这个时候美国的关岛基地再加上日本的美国基地，
可以联合出动来控制这块局面。所以美国海军有相当部分的主力是驻扎在日本基地，这就是美国全球战略当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其实呢，原来美国这个美日安保条约呢，主要是为了控制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阵营。我们也知道90年代初的时候，前苏联解体了，冷战的局面已经土崩瓦解了，何况在70年代末的中美之间已经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了。本来美日安保条约在这个时候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可是90年代以后呢，中国的这种强势崛起，令美国感到很不安，日本也感到很不安，因为日本一直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美国也同样是如此。所以不要看美国跟中国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根本上来讲呢，美国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中国的日渐崛起。所以这个时候为了遏制中国，日本又充当了美国一枚极为重要的棋子。就是在亚洲范围之内呢，现在几个原来和美国一块的国家呢，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你比方说韩国，韩国这些年一直重视和中国的外交关系，而且一直的抗议美国要收回在过去战争时期那个战时指挥权，现在美国已经答应把战时指挥权还给韩国，所以韩国这个时候呢，不大可能成为美国一个最坚实的盟友来对抗中国。澳大利亚也是如此，中国和澳大利亚这些年的经济往来越来越多，澳大利亚又不归美国控制，所以澳大利亚不肯亦步亦趋的跟着美国走。所以美国一看，等于这个韩国、澳大利亚本身不可能成为他坚实的盟友，所以他更要抓日本。为什么呢？日本跟亚太这几个美国主要对手之间都存在一些解不开的他跟中国东海问题、钓鱼岛的问题诸多问题，双方基本上这些年就没怎么友善了。日本跟俄罗斯呢又存在北方四岛的争端，化不开的，不可能关系短时间之内有很大的好转。那这时候美国一看，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日本还是他最可靠最扎实的一个盟友。所以这些年呢，美日安保条约不仅没弱化，在进入21世纪以后呢，还一步一步的得到了强化。现在日本它的右翼势力以及军国主义势力之所以在一定情况下显得很嚣张很猖狂，这和美国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当然美国有他的小算盘，他并不希望日本把事情闹大，就你要闹点事儿，要在这制造点争端，这样美国的分量显得举足轻重，但是你又不能把事闹得太大，太大之后又不好收场了。美国也不肯在这个问题上在日本身上舍太多的本儿。所以现在美日安保条约呢，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均衡态势，就每逢有重大冲突时候，美国要表态，他肯定要站在日本这边。你看最近周日关于钓鱼岛这摩擦，奥巴马的这种支持是体现了美国亚太地区战略思维当中一贯的政策，奥巴马也没说错，这是美国一贯的政策。当然美国这个出发点在于什么呢？完成这个地区的制衡。你只要不把事情闹大，小范围的这种摩擦和争斗，美国是乐于看见。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像松紧带儿似的，美国从中间才有更大的利益可以索取。这应该说美国一贯的全球战略。这当然这种全球战略那不像美国人自己标榜的我们为了维护全球什么什么的，这里边有来自他自身强大的利益考量。所以眼下我们看呢，这个美日安保条约从这1951年到现在，它一直处在美日关系过程当中一个显性的位置上。每当有什么风吹草动，这个美日安保条约就体现了它平衡美日关系这种强大的功能。那么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说，那是不是他俩就关系辞到一定程度，那出点什么事美国占的美国世界头2强国这日本不就可以狐假虎威了？其实咱们可以跟大家实事求是的说，美日安保条约我刚才说是制衡局面下一种条约，一旦这个局面不平衡了，这个条约可能就作废了。为什么呢？大家不妨想一想，美国给日本提供的所谓这种军事支持和安全保护，这是在常态之下，我表示支持你，有个小摩擦我尽可能帮助你。可是如果一旦假如说日本
和朝鲜或者日本和俄罗斯发生战争了，俄罗斯现在就把核弹打向日本，那么美国会不会马上就打出核弹打俄罗斯呢？我认为这可能一点都没有，美国人民也不答应了，他们之间打仗，咱们卷到里头，俄罗斯一个核弹过来，美国怎么办？都有核武器情况下，为什么大家要裁减核武器？玩孩打狼两头害怕呀！这东西杀人1万，自损3000的，还一个核弹过来，这美国就不得了了这。所以一旦遇到这种威胁到重大利益关头的时候，我估计美国不会管什么美日安保条约不安保条约，他到时候就会有另一番说辞。所以我说，不要看两个人好到什么程度，在国际上背后底下的小算盘都打得叮当的响。所以一旦说我们某个地区出现失衡的状况，他可能这个安保条约就有可能名存实亡，甚至完全崩溃。所以我倒觉得我们每个中国人呢，奥巴马这个表态我们要提出严正抗议，咱大可不必为他这个表态气得不得了，因为这是政客在国际政治过程当中为了维护本国利益经常采用的一种手段。今天他这么说，明天可能又有一种更缓和的态度呈现，过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他又回到这个态度。如果我们被他牵着鼻子走，那在国际局势面前呢，就会显得很被动。毫无疑问，每个中国人乃至我们的政府坚守的立场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钓鱼岛都是中国领土风格的一部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并不会做半点让步。那么围绕这个事情发生的一切问题都是原则问，我们要有自己的立场。这也是当年小平同志强调的，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有韩国媒体报道韩国要把和这个东北火炕技术很类似的转炕技术申请为自己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消息一出呢，毫无例外，中国网民一片义愤填膺。很多人说这个韩国太不像话了，你什么都申遗，都从中国抢的。也什么说李时珍也韩国人，孙悟空也韩国人李白也韩国人，说这汉字活字印刷中医都成他们的了，都要申请成韩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呢，我劝各位网友先冷静冷静，你仔细的考察一下消息的来源，你就会发现这些年绝大多数所谓的韩国抢我们的东西申遗，其实是被一些媒体和个人经过曲解和包装，变成了一种妖魔化的韩国申遗，它并不是准确的消息。咱们首先得说呢，韩国这个暖炕申遗确有其事。因为最近韩国的国土海洋部已经对外表示了要把这暖炕技术申遗。可是首先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暖炕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东北火炕。有的网友就说，那你这火炕都能申遗了，那我们这是乡村爱情不就成了韩剧了吗？成来自星星的你的。其实这是完全不了解韩国申遗项目内容是怎么回事造成的。我们看东北火炕是什么呢？咱们很多朋友有到东北农村的经历都知道，东北这火炕呢，一种是半边炕，就南北炕的这一边，再靠窗户那边呢还有那半截，完了外边和灶坑连着。进了屋之后呢，坐到这炕台上，然后缩鞋上炕。这东北的火炕。韩国这个暖炕呢，它是符合朝鲜族民居的一种取暖技术，跟什么类似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地热。这个火炕技术呢，专门有一个说法，叫做这个温突。咱们有不少朋友知道，这个朝鲜族进到屋里边脱鞋，然后盘腿坐在地上，这基本上这个地上和床上这是一回事。就说它这个温突技术呢，就是这暖炕技术呢，是指地热采暖，它和我们的比地面高出一块的那火炕，它不完全是一回事。所以人家拿这个暖炕申遗呢是对的，这是朝鲜民族的这么一个特点呢。所以韩国把自己本民族的东西拿去申遗，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它和我们的火炕技术不完全是一回事，而且即使它就一样，大家注意，就即使真一模一样，也不等于它申遗成功了之后，咱们这技术就是人家的了，咱再搭一个火炕还得给他专利的技术，给他费用，不是那个样子。
所以很多人觉得好像韩国把什么申遗了之后呢，这个东西就是他的，就不是我们的了。很多人觉得这东西就跟被他抢起来了，这是一种错误认识，说明你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呢还不清楚它是怎么回事。这样，咱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你看，通过刚才这个短片，大家应该能了解到，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它重在于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它的概念是什么呢？就说这个遗产呢，其实是全人类共同的遗产，而且同一个遗产呢，可能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传承。你只要有保护它的这种愿望，就可以申请。而且这个申遗不是商标注册，说这商标叫加多宝，那好，我注册了，你就不能叫这个商标。而申遗不是，你比方说这个韩国它这方面申遗了，我们也可以就这方面申遗，只要我们这有明确的传承就可以。双方的目的是共同的，就是保护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说我申请完了，这就是我的，就不是你的了，跟商标是不一样。所以在这方面呢，前些年韩国申请的端午降临祭，很多人中国人就气坏了，说这申请完了，端午节成韩国的了，我们就不能过了。不是那样，端午降临祭韩国申遗成功之后呢，咱们就受不了了，说这个屈原是我们的人，怎么最后成了这些都成他的了？其实咱们根本就不知道人家的端午降临祭是咋回事，他只是在端午节前后那段时间段和中国的端午节是合到一块的。人家端午降临祭是指这个时间段在韩国的汉江上搞的一些那个萨满祭祀啊、歌舞啊，它不是申请的一个节日，而申遗的主要是这项活动，跟中国端午节根本不是一回事。人家也没说那儿又搞龙舟又粽子什么，人没申请这个，人只申请萨满祭祀，也唱歌跳舞这些东西。中国呢没有这个东西，它只是时间节点上跟端午节是合到一块儿，所以咱们当初不知道咋回事，不问青红皂白，完了这端午节让人家弄去了，你说这不胡闹吗？就还没有理解人家怎么回事的，咱就说韩国抢滩东西了。你再有比较典型的，这个去年年底韩国那个泡菜，说泡菜申遗成功了，哎呦把和中国人气的，说泡菜怎么能是他的呢？中国的泡菜比他得早多少年呢？怎么他申遗？其实又是一次误解，他申遗的是泡菜和泡菜越冬技术，就申请的是做泡菜的那个工艺，它那不一回事吗？其实韩国泡菜和中国泡菜不是一回事。现在咱们很多地方说来盘泡菜什么的，其实你吃的是韩国的泡菜。如果你了解中国泡菜，你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很多朋友去过像四川的重庆那边，你会看那边的泡菜和真正的韩国泡菜不是一回事。当然韩国的泡菜从哪儿来的，确实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谁传过去呢？咱们有平都朋友知道，薛仁贵征东。就唐朝的时候，黄二派薛仁贵平定朝鲜的叛乱，因为那时候朝鲜呢是咱们属国，那阵儿呢朝鲜呢高句丽王朝的，包括现在朝鲜和韩国，当初呢薛仁贵征东，把这个叛乱给平叛了，然后薛仁贵呢被黄二封为呢叫平阳郡公，驻扎在这个平壤。那个时候朝鲜这个饮食啊，咱很多人到那头去呢，到朝鲜半岛上吃不惯。薛仁贵带的部下呢有不少是重庆江北县过去的，他就想起说这儿也没啥，就白菜什么的。我们老家有一种泡菜，这个泡菜坛子那是中国人独创的，一个坛子上面那口往上凸，然后呢转圈的像托盘似的，你搁这里头装上菜呢，上面扣个碗，碗上注上水，这水就等于里外严丝合缝了，给封上了，就不会有外头空气进去了。这泡菜坛子这中国发明的，拿到那头去呢，一做这泡菜，朝鲜半岛很多居民一看说这个东西好，省时省力还简单，而且原料容易取，因为咱这就大白菜嘛，就是所以他把它继承过去了。但是人家做了改造，由于这个朝鲜半岛这四外边是海吧，所以他在这泡菜里呢又加上鱼呀、虾呀这些东西，螃蟹什么的。可是这鱼腥味一大呢，他就得多搁辣椒来去这鱼腥味。
所以形成了现在韩国泡菜这个系统。人家拿这个申遗，它和我们的泡菜还不完全是一回事，而且他确实下了功夫。他把这在韩国原来呢大白菜呢，那叫中国白菜，他把它变成泡菜白菜，以这个名称来。然后呢，他给这个韩国泡菜呢起了一个有这个韩国特色的这么名字，叫新奇。这个东西搁到各地方一提，说我们这什么什么卖到新加坡呀，卖到什么台湾、香港、澳门呢，它都叫这个名字。所以这使泡菜完成了韩国本土化，所以他最终申请泡菜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有它道理的，不是抢了我们中国的泡菜申遗。所以你这样的例子其实有很多。你再比方说，有人说这活字印刷术，说这是中国的吗？一生发明活字印刷吗？结果索契冬奥会，你看韩国放那片，里头还有活字印刷术，这韩国要把活字印刷术当成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韩国在这方面申不申遗的申遗，但是不是咱们认为的那种中国的活体印刷术，是什么呢？是金属活字印刷术。这个金属活字印刷术，它申请的也不是这项技术，因为这个技术确实是中国4大发明之一。它申请是什么呢？现在韩国有一本世界上现存的最早的金属活字印刷术的印刷品，是一本佛经。名字叫《直指心体要解》，这么一本佛经，他把这个佛经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这是世界上现存的能找到的最早的金属活字印刷的这个出版物，人是申请这个，不是申请活字印刷。结果咱们一包装，有的啥这个把活字印刷我们4大发明都给争进来，这是非常荒谬。再有的说这个在韩国呀，很早都有咱们中医技术，因为确实韩国、日本呢受这个东亚文化圈、儒家文化，受中国汉朝文化影响很大。说这个韩国呢有中医，可是韩国给起的名不叫中医，叫韩医。说中药都不叫中药，叫韩药。说还要把中医呢申请成韩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叫韩医。其实这个也是子虚乌有的，人家根本政府没有这打算。韩国民间有人这么说过，但这也遭到韩国一些内行人的耻笑，说这个东西它不是你的。人家申请什么？是一本药书，叫《东医保健》，有点类似我们的《本草纲目》《千金方》《伤寒杂病论》呢。把这确实韩国人编纂的，就是这些年来韩国国内感觉到传统医学里边有哪些可取之处，有这么本书《东医保健》，我拿这个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本不是我们说要把中医申请。所以这都是不知道咱们国内哪个媒体东登西登的，为了吸引大家整出一些标题来，回头一些一看，用这东西被人家抢下来，做不了了。其实这些年刚才我说这个还是多少有根据，就是韩国确实把相关内容做了申遗的，还有些人家根本就没有申遗，或者说就是韩国民间有人提出来，政府并不支持，甚至专家都嘲笑这个的，结果我们也给拿过来了。谁李白成了韩国的了，说是孙悟空成韩国的了，李时珍成韩国的了，到汉字也被申遗，这些都是子虚乌有交替。韩国根本没有做这样的事儿，可是我们把这个拿过来大草侧倒。刚才通过这段短片，是不是很多观众朋友会想起来好像当初是报纸还是网上有这么一条消息，我们听了也很气愤的，凭什么我们都让他拿去了？这就是这些年来韩国被妖魔化的身影。我们得承认，韩国在保护自己文化上非常积极，有时候也渴望更多从中国传过来的东西成为在他们那扎根的传统的东西，这个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人家做这个事情是有规范的，人家不是说就是你的东西一把就拿过来，他一定经过自己的努力和包装。那么我们现在这样妖魔化韩国的申遗，说为什么呢？其实这里头有一些隐藏着的原因。头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现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很有市场，谁能挑动狭隘的民族主义，谁就能获得眼球。你看在网上一说打这个打那个我们要如何如何，我要抵制什么人，往往能引起一线的愤青，在网上欢呼雀跃。民族主义本来是件好事，是对本民族文化的一种自信和认可，一种认同感。可是变成狭隘的民族主义，就容易成为排他式的，
一有点什么小巧争端，马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我就要打倒他，排斥他。结果这个狭隘的民族主义就被有些人利用上了。这鬼手能撩拨到你这根神经，回头你兴奋起来了，他那边得好处了。以前有的媒体一说韩国要抢什么东西，很多人义愤填膺，这媒体的关注度就提高了，网站上有这样的标题，点击率就上来了。那么这里头我们就要思考，为什么狭隘的民族主义这么有市场？其实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呢，中国现在是一天天强大起来，可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态里的还残留着那种过去我们被欺负被打压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就进入了100年的屈辱历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什么几座大山崩我们家，就给我们感觉好像这100来年从1840年往后中国就没好过，而且这种美好都是帝国主义列强造成的。所以只要跟外国人一有点冲突，你就是欺负我们，你就看我们好欺负。他这个论调其实不久现在的真个强大起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就没遭过外国怎么欺负。你现在还抱着这种受欺负的怨妇心态，难怪狭隘的民族主义会经常利用大家的头脑，愣出一帮分清。我为什么这么说？你想想，1949年以后新中国咱们还受外头欺负吗？我举几个例子51年朝鲜战争，咱们对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打了一仗，打得有声有色，咱没吃亏。1969年战猫岛事件，我们跟当时世界2号强国前苏联打了一仗，咱们还赢了。你看这个60年代初，咱们跟近邻印度打一仗，我们赢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我们跟近邻越南打一仗，我们也赢了。建国以后发生这4起战争冲突，我们哪个都没输，都获得胜利了。但你能说我们受欺负了吗？这就不客观了吧。所以说还带着这样一种心态，不仅仅对这个心理调整不利，它也不符合客观事实所以很多人还带着我们受欺负受打压的，其实这种心态对于中国崛起是很不利的。你要带着这样心态，我们很难有一种很心平气和的态度来构建和谐的世界新秩序，这和中国现在在世界上的利益诉求是不利的。所以我说，一有这样韩国把我们什么弄起申遗，咱就暴跳如雷，这太不值得了。这只能说明狭隘的民族主义还在那儿蹦蹦蹦的，你没有摆脱这个困境。所以我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不排除有幕后的推手，他有意识制造这个东西。为啥呢？申遗它容易带来利益。你看全国各地很多地方封了似的申遗，干嘛？申遗之后这个地方门票价格就涨上去了，这个东西就值钱了，它有利益冲动。那么为什么说要借助妖魔化韩国申遗来体验这事儿呢？他是想墙外开花墙里香。咱们有一些中医的这个铁杆支持者，也这几年咱们也知道，中医由于呢它这个体系有时候不是很完善，中药也出现了一定问题，所以国内有很多人呢反对中医，甚至提出中医存废之争，但我觉得这有点极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一些中医的维护者呢就好制造这样的新闻。你看韩国中医申遗了，意思是人家都这么拿这当过事，都当宝贝，咱们这个中医你再不重视，都让人家抢去了，来制造这种紧迫感。说白了，这就成了很多小孩的噩梦，说成邻居家孩子别人家孩子，你看别人家孩子都考第1了，其实有的事不见得有那事，目的是督促自个儿孩子，你还不赶紧努力，就是想墙外开花墙里香。所以其实我们这些中医的铁杆知识应该考虑好怎么样在本土把中医这些理论夯实了，怎么样能让中药在本土能够得到安全的推广和使用。关键怎么样的提升我们的文化自信，对待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首先要传承好，要把这个东西发扬光大。它的第一目的是保护，它并不是争所有权，也不是争这背后的利益。如果你争了之后就奔着开发挣钱，这说明这步走歪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一要义是保护。你现在假如说端午降临季韩国人申请你来契，那好，那么端午节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你能把屈原的故事讲清楚吗？
是不是有很多人一到端午节就想起吃粽子了？如果要这样的话，那就说明你这种文化状态配不上端午节3个字。说韩国要把这个汉字都拿去申遗了，那么假如说你连繁体字你都不认识，看古代典籍哪个都看不懂，那你就不配，你是中国字的文化继承人。所以我们只有在自己把这个东西传承、继承并且发扬的前提下，你才有资格谈论非物文化遗产。否则你肆意的去妖魔化别人的申遗，只能说明你是渐进派。